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之前给大家展示了如何在 Pixel 789手机上使用 Google VPN 的方法，得到了许多关注的点赞和观看，谢谢大家的喜欢与肯定，同时也为我之后创造更加优质视频的动力。我也是一个喜欢把所有东西都打通的人，所以我经常需要获取一些国外的信息或者是资源。如果你跟我一样，那么肯定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好不容易搞定了 Google VPN 的前置节点，结果一点击连接，系统就疯狂报错，甚至提示当前国家不支持呢？还是说你费尽心思连上了这免费无限流量的纯净 IP， 却不知道怎么把它完美共享给家里的电脑和电视，只能自己一个人用手机看着。其实啊，这些错误都是由于网络环境不稳定导致的，所以咱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确保网络稳定。这里我推荐大家使用这款 Google 免费的翻墙软件，不仅速度够快，而且还是免费的，没有次数限制，也没有任何广告干扰，关键还自带国外大部分国家的节点，根本不需要你再去额外搭建，非常方便。那别在这大海里捞针看那些过时的旧方法了。今天这期视频啊，我用一期保姆级的详细实操，彻底帮你解决 Google VPN 连接引导报错的顽疾，并且分享一个真正无损、高性能的局域网一键共享脚本，让你的各种设备都能舒舒服服的上网。使用 Google VPN， 你得有一个账号，并且已经搭建好了 Google 的服务。这里包括了服务器端和客户端。如果你不会的话，请看我的上期视频。账号不能是儿童账号，且不能开启入自治权限，以及账号地址必须是在能够使用的地区。不过我根据上期视频的评论区中，有很多关于连不上 Google VPN 的问题，我在这里先解决一下大家所提出的问题。1. 解决前置代理与连接报错的4大绝招。在这里科普一下， Google VPN 为了防止被滥用，在首次启动和引导连接时，会通过你手机当前的代理网络去访问 Google 的验证服务器。如果两者的流量在安卓系统底层发生了路由冲突，或者前置代理的 IP 纯净度不够，就会疯狂报错、弹窗，甚至把前置代理直接挤断。给出了4个排查方向。第一招，更换前置代理节点，净化落地区域。延迟太高 ，IP 滥用被拉黑的节点会导致引导失败。技术原理 ：Google VPN 对前置节点的落地 IP 要求极高，很多机场的公用节点由于使用人数过多， IP 已经被 Google 标记为机房滥用 IP。虽然该节点可以正常看 YouTube， 但无法通过 Google VPN 严苛的初始化审计。此外，高延迟特别是超过300 ms 的节点，会导致握手超时 timeout 的报错。详细操作 1. 选择 Google VPN 官方支持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地区的节点。2. 尽量使用原生 IP 来自单售 IP， 自建 VPS 节点或高品质的独享节点。3. 在连接前，使用浏览器访问 ePinfo、IO 等网站，确保 IP 纯净度且落地国家无误。第二招，本地网络交叉切换，破除运营商劫持，在手机移动数据和 WiFi 之间切换连接。技术原理，国内不同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以及各地的宽带对境外流量、UDP 协议和特定端口的审查阻断策略大不相同。有时候移动蜂窝网络能瞬间握手成功，而家里的小区宽带却在握手阶段被特定规则拦截。详细操作 1. 如果当前使用家里的 WiFi 宽带一直卡在连接中，立刻关闭 WiFi 切换到手机移动数据或反向切换。2. 如果手机是双卡，可以在移动和联通电信之间切换数据网络尝试。注意，一旦通过移动数据首次成功激活并连接上 Google VPN， 你再切换回 WiFi， 它通常就能平滑过渡，不会再报错了。第三招，优化客户端设置，降维打击价 DNS。推荐小白使用 VLANG 或 NicoBox。技术原理，像 VLANG 或 NicoBox 等代理客户端，默认通常会开启 Fake DNS 虚拟假 DNS 功能，它的目的是为了加速域名解析和防止本地 DNS 污染，但它会拦截系统的全部 DNS 请求并返回一个假 IP， 这会导致 Google VPN 客户端在寻找自家服务器时被严重误导。详细操作 1. 以 NicoBox 为例，打开软件，进入高级设置，找到启用 Fake DNS Enable Fake DNS 开关。2. 手动将其关闭 Off。 3. 保存并重新启动前置代理，再尝试连接 Google VPN。注：日常不需要连 Google VPN 时，可以把 Fake DNS 重新打开，以保证日常上网体验。第4招，终极必杀，清理缓存与强行停止法。技术原理，当 Google VPN 连接失败一次后，它的底层进程会在后台留下错误日志和挂起的 socket 连接缓存。此时如果你只是反复点击开启按钮，它只会不断重复读取错误的缓存，并且会把前置代理软件的后台进程给疯狂挤掉，系统网络所有权冲突。
必须通过系统底层对整个应用进行强行重置。详细操作： 1. 开启你的前置代理软件。 2. 进入手机的系统设置、网络和互联网。 VPN 找到 Google VPN 或者直接在应用列表中找到 Google VPN。 3. 点击进入应用信息页面，先点击清除缓存 Clear Cache。 4. 紧接着点击强行停止 Force Stop。 5. 此时不要重开手机，立刻返回 Google VPN 或者是 Google One 的控制台界面。 6. 点击开启，如果代理被挤断，在后台迅速把代理重新拉起来，反复这个组合拳，直到手机顶部同时出现前置代理的钥匙图标和 Google VPN 的锁头图标。那么，怎么把你的 Google VPN 共享给其他的设备呢？好的，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下午的6点12分，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带来如何通过 Google VPN 实现共享 Google VPN 的这个网络，将自己的其他设备，比方说平板或者手机实现能够上网的功能。因为我之前发的如何开启 Pixel 手机的 Google VPN 的那个视频，我看很多人有非常多的想法，我想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进阶一下。之后呢，我会告诉，之后在以后的视频里面，我会给大家去解决如何这个 Google VPN 使用的一些问题。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共享。共享可以有2个软件，一个是 Everything Privacy， 一个是 True Magazine。这个呢，第一个比较简单，第二个比较麻烦。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我们先把它卸载掉，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第一步，从 Google Play 商店中进行搜索下载 Everything。可以看到它的速度还是挺快的。我们打开之后就能看到一个界面叫做 HTTP 代理、SOCKS 代理和一个 Service PAC Service。 我们主要用的是前2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介绍，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打开，第3个就不需要，然后选择 Save， 这个也是把这个都打开就行，选择 Save。 你也可以不用打开，也可以打开，无所谓。想打开就打开，不想打开就可以不用打开。我们主要看的是这一排它们是一样的，它们这个是一样的。我们看这个叫做IP 地址，这个也有 IP 地址 address。我们看到的是最后一行，我们主要看最后一行 192.168.1.12， 这个是一样的，和这个是端口8080，这里是1080。我们主要看2个，一个是看地址，刚刚说的这个和8080这个端口，我们通过这台设备，我们通过这台设备来看一下，选择我是用的是苹果设备，安卓设备是一样的，选择加号，选择类型，如果想用 HTTP 那就是选择选择 HTTP， 还有一个是 SOCKS 5，还有一个是这个，也可以选择它，或者选择它都可以。选择之后，然后我们填代理地址 IP 地址，填好之后，我们填代理的端口。刚刚这个端口是8080，刚刚这个端口是8080，我们填进去8080。好，选择保存，这样就可以了。至于里头的东西，你想填就填，不想填就可以不用填，以及想改这个想改这些东西就改，不想改就可以不用改，不用管它。然后我们就可以试一下，点击测试一下这个。
有可能有超时的现象，我们选择打开这个，再次进行测试。我们可以选择多次尝试一下，就可以实现这个能够上网。有可能有些时候不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打开飞行模式，然后关闭，这样连续的关闭打开也就可以更好的使用。它比较简单，但是它的这个稳定性不是很强大。它的稳定性不是很强，所以呢，我们推荐的是第二种方法。我们推荐第二种方法是一个脚本逻辑，它是一个脚本，它的方法是使用这个 TrueMagazine 这个软件，我们一样是先卸载掉它。我这里是下载下来了，我们可以打开谷歌，然后选择这个地址，这是 GitHub 的一个地址。选择这个地址，这是一个 GitHub 地址，我会放在评论区。它是一个基于 Ghost 的局域网代理，一键脚本支持 SOX 5和加 HTTP 双代理。Google VPN 比较推荐这个代理呢非常优秀比较好使，但是就是稍微有点麻烦，得给大家运行一下。我们去先安装这个应用，去点击它，就会出来这个应用。我们不要去管这种 beta 版本，我们去安装不是 beta 版的，我们去安装这个 V0.118.2 的这个版本。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可以点击资产，它待会儿出来一个这个，我们去安装就行，选择也随便选一个都可以进行安装。安装好之后，它会在文件里头，在这个我们去点击安装就行。因为由于我这个手机开启了防护模式，我要去关掉Play Store 的商店，关闭。等一会儿启用。如果大家开启了之后是无法安装的，你看它开启之后是没有办法安装的。好，安装上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关掉这个软件了。我们可以开启这个软件。好，开启之后，我们把它拉回来。点错。它在哪里？导在哪里？它在这里。好，我们还是回到正题，我们打开这个软件，选择允许，它会安装，然后呢，它会有一个这样的界面，而这个界面呢，就是可以使用了。如何使用呢？可以选择进入进入浏览器，刚刚那个代理的网址，我们选择它的一键脚本运行，这个一键脚本在这里你可以复制，直接复制就行，直接复制完了粘贴，粘贴进去之后就可以等待了，它就开始下载。期间就是不用管，等什么时候呢？待会儿告诉大家。全程实录它有什么我会给大家都拍出来的。就是等它这个加载的速度比较慢大家可以等一等。好，我们现在它已经是可以了。
进度成这样之后，看好了进度成这样之后，我们就可以选择回车，让它继续跑。它会在85的时候再卡一次，我们再进行点击回车，让它继续跑。83的时候，哇，说错了啊，不好意思。就是它如果卡住，就点击回车，让它继续跑就可以了。跑完之后呢，就会让我们进行安装了。我们选择数字1，重新重置一下游戏。好，等它安装就可以了。好的，看到这个画面之后，我们就可以设置了。先设置是 HTTP， 先设置的是 SUB45 的端口可以随便选一个，我选的是12346666，然后选择回车，我们选择 HTTP， 我们选择777 4个7选择回车。好，成功之后，我们就可以安装完毕，然后我们选择退出。如果说这样的界面，我们选择输入它这个 try， 输入这一 try， 我们来看到更多的信息，我们输入一下。然后我们输入这个退出的英文单词，出口的意思。好，选择回车，回车完之后，我们能看到这一串这个代码我们看到这个代码之后就说明这个脚本已经开始正常运行了。我们选择关闭，再次打开。好，代码已经生效。如果想看内网地址呢，是可以通过一个直接可以通过它去看到内网的地址还是这个地址然后端口呢就变成了，如果你就看你自己设置，我设置的是666和717， 4个6和4个7，你看各位自己的设置，自己设置成什么都是可以的。我们来试验一下，看看是不是通过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是可以使用的。代理的端口和刚刚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选择输入地址，输入端口。像输入这个设备的名称啦之类的这种图标了，自己想设置就设置，想设置密码就设置密码，不想设置密码就可以不用设置密码。这样的话就是可以使用的。然后选择保存，一样的步骤这是 HTTP 的，这是 SUB45 端口的，这两个选择可以使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状态。我们选择输入好，可以看到它的地址是它的运营商是 Google
One VPN， 它的运营商地址是 Google 有限公司，以及是 Los Angeles，United States， 美国洛杉矶。好，这样我们就成功将 Google One VPN 服务的网络带到了其他的设备上面。只要你的设备支持中间人攻击的代理软件，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好，以上就是今天关于 Google VPN 报错解决以及局域网无损共享的全部详细步骤了。按照这个流程走下来，相信你家里的电视和电脑现在也已经用上了最纯净的 Google 原生 IP。网络折腾的过程虽然总有各种小意外，但搞定那一刻的成就感确实让人上头。今天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订阅我的频道，并点亮小铃铛，我会在每周1、3、5更新视频。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